哈哈哈哈哈！魔音一会儿在东魂的神识中传出，一会儿漆黑的法相中传出，令得众人感到十分的诧异。紧接着，刚刚那两股力量的碰撞，使得整个这片废墟之地炸裂开来，大地碎裂，上空都弥漫着一股强大可怕的气息，那是一股魔之气息，无比的恐怖，无边不好，有东西要出来了。丹神塔以及阴阳殿的众人纷纷露出震撼的目光，心中有着一丝不安的感觉。而吴雪站在一处，她的美眸中有着纯白金芒浮现而出，似乎在一瞬间她看到了那道漆黑的法相动了一下，而且还有一颗暗黑色的心脏开始扑通的跳了起来。那是……吴雪呢喃一声后，神色也是变得格外凝重起来，因为她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魔之气息正在散发，如果一旦彻底的爆发出来，那么现场的任何一人都不是其对手，现在必须组织对方的彻底复苏。冰舞洞天，吴雪的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柄冰剑，散发出犹如寒星刺破长空的剑势，剑身流转着晶莹剔透的冰寒剑芒。她轻喝一声，将神元之气灌入剑身，那冰剑顿时爆发出刺骨的寒气，仿佛能冻结周围的一切。她挥剑斩出，惊人的剑气如同狂风暴雨般向漆黑的法相席卷而去，气势如虹。天地间的温度数据降到了极致，覆盖上了极冷的冰霜。面对这股凌厉的攻势，漆黑的法相却不慌不忙，口中发出一道充满魔意的低吼：找死！随即一道耀眼的魔光自其体内射出，瞬间击中吴雪的冰剑。那原本锐不可当的冰寒之力，在这魔光之下竟如薄霜遇烈日，瞬间瓦解，周围的一切寒冰气息都烟消云散。武学眼见攻势被破，心知不妙，身形急速后退，却仍难躲避那如影随形的魔威。四周的空气仿佛被凝固，压抑的气息让他的呼吸都变得困难。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深知若是再无突破，今日恐怕真要陷入险境了。周围的场景似乎因为这场力量的交锋而变得扭曲，原本清晰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魔威压迫感。吴雪紧握着冰剑，剑尖指地，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与不屈，即便面对强敌，也没有丝毫退缩的念头。如果不出手阻止，恐怕今日他们一个也走不了。吴雪再次运转自身全部的神元之气，这一刻没有任何的保留，冰剑上的寒冰之力再次涌现，对着魔光轰去轰。不过魔光的力量实在恐怖至极，就算是九重天位神也不见得能够对抗，而吴雪如今的实力在几位师兄师姐中最弱，所以没有任何的意外，吴雪的全力一击依旧是被魔光击溃而去。吴雪的身影倒飞而出，速度极快，在即将撞在地面上时，他立马催动神力，以剑尖处碰到地面后，暂时稳住了自己倒飞出去的身影。最后一个调整式的空翻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之上，但他依旧没有松一口气，因为那道魔光已经出现在吴雪的头顶，似是要将他击杀。吴雪小师妹，在疗伤中的郭九木大师兄冲着吴雪那边大喊一声，就算是他现在想要去救下吴雪，时间也来不及了，因为那道魔光的速度实在太快。此时无尽的危机在吴雪身上弥漫，不过下一刻他的眼眸中竟是倒映出一道黑袍身影，正在逐渐的放大。吴雪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之中，下一刻一只手则是揽住了他的细腰，只见那是一位脸颊精致而又瘦削的男子萧炎。在看清楚对方的容颜后，瞳孔中倒映出萧炎那清晰的样子，心中则是变得惊喜起来。是我来了。简单的几个字传入吴雪的耳中，让他感觉到了十足的安全感。我的女人都敢下杀手，简直就是找死。萧炎将吴雪稳住身影后，立马将目光投射在远处的漆黑法相上。哈哈哈，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般与我说话。小子，找死的人应该是你。漆黑法相此时似乎已经一点点的突破了封印，他的那一双雕刻双眼也开始闪烁出暗红色的光芒，看着那双眼睛都感觉到一股极其心悸的气息，这股气息好像倒是与灭神府的那些魔物很相似。难道萧炎在第一时间似乎想到了对方的身份，然后继续道：你是灭神府的魔物？灭神府？漆黑法相也是愣了一下，没听说过什么灭神府，当即冷笑起来。我可不知道什么灭神府，我已经被封印了千万年了，今日马上就可以破封而出，小子你死定了。不是灭神府？萧炎都有些疑惑起来，他难道不是灭神府的人？但是从气息上面来看，对方应该就是与灭神府的那些魔物气息相似。千万年前，萧炎回想起这久远的时间，那个时候应该是天古浩劫的时间，难道灭神府是后来才出现的一方神级超神势力吗？既然不是灭神府，但想必你也与现在的灭神府脱不了干系，绝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你别想破开封印，就算你的实力很强大，可是在这么久远的时间里，就算破封了，应该实力也会受到跌落，所以现在将你击杀才是最佳的时间。萧炎的话直击漆黑法相，后者也是有着不易察觉的微颤，不过他那恐怖的魔威依然不减，立马一道愤怒的魔音传出。看来你不是普通的小子，既然知晓天古浩劫的事情，看来那一场天古浩劫之后也存留下了一些当年的大咒神奇下来，不过今日谁都无法阻止我破封。
魔音之中散发出恐怖的气息，这股气息显然至少都达到了9重天位神巅峰层次。如果所料不错的话，这个魔物的全盛时期实力至少都是半道神。不过还好，对方就算破风实力也会很明显的跌落，所以萧炎也没有惧他，因为毕竟现在的萧炎可是有着诸多的底牌，只要不是半道神的实力，萧炎自然都有抗衡的实力。我也刚刚说过了，今日你逃不出这里，而且我还会将你斩杀。萧炎的语气很平淡，可是让得在场的所有神奇强者都在萧炎的身上感到一股危险的气息，这绝对不是目前他们所看到的一名高阶天位神能够散发出来的气息，至少也是一名9重天位神。他之前难道一直都在隐藏实力？五行派系的几位师兄师姐脸色也是一变，这也是他们首次在萧炎的身上感受到如此一股强大的气息。萧炎师弟的实力竟然突破到如此高的境界了，看来诛心本源的吸收对于他来说得到了非常丰厚的回报啊。冷儿也是有些惊骇道，而那位还在疗伤的郭九牧大师兄自然也是感受到了萧炎的气息，他紧闭的眼皮子在此刻都是微微的跳了跳。萧炎，你要小心一些，对方很诡异也不简单。吴雪也是一脸担忧，虽然他的实力不弱，可是面对一位不知名来历的魔物，更是要小心谨慎一些，就怕对方有什么强大的底牌施展，届时萧炎一个不小心就会被重伤。萧炎对着吴雪柔和的一笑道，放心吧，我自有分寸。不知道为什么，吴雪对萧炎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只要有他在，那么一切都是变得非常的安全。哈哈哈，你们说够了吧？既然说够了，那么我便让你尝尝我的可怕之处。话音落下，那里的魔气开始凝聚而起，仿佛能够吞噬一切万物一般，令人感到一股心生荡漾之意。而萧炎站在原地，他的眼神逐渐开始微眯凝实起来，内心无比的平静。他面对的是一尊漆黑的法相，其法相的双眼如暗红宝石般闪烁着幽幽光芒。忽然间，一道璀璨至极的魔光自法相的眼中爆射而出，如同穿梭虚空的利剑，直指萧炎而去。然而萧炎神色不变，他双手快速结印，深州空气骤然升温，炫白色与混色的火焰如同海潮般汹涌而出，交织成一个巨大的火焰防御罩，将他自身紧紧包裹其中。魔光撞击在火焰屏障上，刹那间爆炸声震撼天际，能量波纹如同狂暴的海浪四下席卷，土地都随之颤抖，火海翻腾，焰浪滚滚，将一切都吞噬其中。但在这火焰的海洋中，萧炎却是岿然不动，如同山峰般稳固。火焰为他铸造了一座不可摧毁的堡垒，随着能量波的消散，火海也是逐渐的退去，露出了萧炎那竟毫发无损的身影。他的身姿挺拔，一缕青烟袅袅升起，象征着对火焰的极深造诣。此刻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萧炎身上，这些目睹了这一切的各大神奇强者，就算是五行派系的那几位看不起萧炎的几位师兄师姐们，都无不震惊于他那惊人的力量与从容不迫的气势。他竟然轻易地挡下了对方的攻击。此时阴阳殿的那几位强者爆发出惊呼声，声音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之色。萧炎站在原地，眼中流露出一丝淡漠之色，他知道这只是战斗的开始。对于这位魔物，萧炎也没有轻视于他，毕竟这魔物现在还只是被封印下，所以自己能够施展出幻虚地炎和3昧神火抵御对方的攻势。神火？你身上竟然有神火，而且还不止一道神火。漆黑法相的暗红色双眼凝视着萧炎，仿佛要看穿萧炎体内的一切东西与秘密。紧接着魔物看着萧炎此刻的气场似乎无坚不摧，他便是一尊火神，无尽万火似乎都侍奉他为神一般，这样的感觉倒是让魔物有些震惊。他的记忆也是回想到了很久很久之前，天古纪元在这个时期好像也有一个大能，他领悟了炎神之道，大咒中有万千大道，而炎神之道便是最强之道。当时也正是这位大能的力挽狂澜，暂时结束了天古浩劫的落幕。当然那位大能也是在那个时候身受重伤，道体道心破碎，直至后来就没有听到在大咒中有他的消息。有传闻说那位大能已经随着天古浩劫的落幕而陨落，也有传闻说那位大能已经转世，等等诸多的传闻都在天古浩劫后传荡而出。具体真相是什么，还是没有100%的答案。而这位魔物口中的大能，便是传说中5位无上之首的焚神。焚神的无上神力也是大咒中最强的存在，他站在了大咒的顶点，无上巅峰。对于焚神2字，不少魔物听到也会闻风丧胆，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他能够洞悉一切无上法则。虽说他是无上巅峰的实力，可他对无上的定义仿佛比起其他的无上更加的深奥，这才导致了天古浩劫未能在那个时期彻底的毁灭大咒，这也导致了他们这些魔物对于焚神2字有着深刻的惧意之心。而这位魔物被封印了千万年之久，对于他的记忆可就只保留了天古浩劫之前的记忆。所以在看到萧炎如今身上竟然有着多种神火时，望着他那道万火之神般的气息，倒是让他想起了这个记忆我身上有多道神火。让你感到很惊讶吗？萧炎的声音很轻，但是却格外的清晰霸道。小子，你可不要得意，如今我破风也是指日可待，而你想要击杀我更是没有任何机会。既然如此，
我便让这位阴阳殿的傀儡与你一战吧。漆黑法相的魔音传出，带着绝对有自信的把握。如今阴阳殿的神蛟东魂，其神识早已经被控制，再加上对邪物力量的融合，他现在的实力更是达到了极其恐怖的层次。就算是萧炎，都得拿出一些强大的底牌才行。萧炎，你就是丹神塔塔主所收的新亲传弟子，气势的确很强，比你的大师兄还强。可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单凭气势还不行。阴阳殿的东魂的目光，中暗红色的光芒闪烁着，无比的诡异深邃。所以，萧炎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一个手下败将罢了。自己如今的实力，可以能够与一名九重天位神抗衡般的存在。除了那寥寥几位九重天位神巅峰的神蛟之外，无人是他的对手，是吗？那就让我领教一下四大超神巅峰势力之一的阴阳殿神蛟究竟是多么的强大。萧炎一脸镇定自如的神态，根本没有对面一名实力极强的对手，时而感到惧意，仿佛强大的对手更会激发出他这样的潜力者。见到萧炎如此狂傲，东魂的眼神也是暗沉了下来。下一刻，身形犹如一道流星，携带着狂暴的神元之气，瞬间划破长空，朝萧炎呼啸而来。他的攻击没有丝毫的试探，一出手便是雷霆万钧，仿佛一出手就要将萧炎击杀。萧炎的眸子紧缩，脸色凝重，他能感受到东魂的气势中蕴含着毁灭一般的恐怖力量，这绝对只有九重天位神后期之上的神奇才有的力量。在这一刹那，萧炎体内的火焰如同被唤醒的巨龙，炽热而狂野，他们在他的经脉中奔腾，汇聚成一条火红的巨大龙影。萧炎一声怒喝，火龙破体而出，张牙舞爪，向着东魂的神元之气迎战而去。两股力量在虚空中撞击，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火龙与对方的那股毁灭力量交织纠缠，仿佛两个是上古神兽在天穹下角逐。火焰与那道攻击相撞之后产生的能量冲击波，瞬间朝着四周蔓延，将周围的空气都压缩成了实质般的波动。四周的景物在这股力量的影响下炸裂开来，尘土飞扬，天地间都仿佛只剩下了这两股毁灭般的力量在激烈的对抗。东魂神色狰狞无比，因为他已经对萧炎产生了杀意。这股杀意并不是来自东魂的本身，而是控制了他神识的那股邪物力量。而另一边，萧炎站在原地，身姿挺拔如松，眼中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他能感受到东魂的攻势中蕴含着除了自身的力量外，还有魔物的力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萧炎也不会隐藏实力。幻虚地炎之火和三昧神火的力量彻底的爆发，两人的气势也是达到了极致，如同两股天地间最凶猛的神兽，在这片空间中相互较劲，是要分出生死高下。然而就在这时，东魂的脸上一抹诡异的笑容如同寒光一闪而过，他的身影随之化为一道幽影，瞬息间出现在萧炎的背后，没有丝毫预警。他的手掌陡然挥出，一股蕴含阴阳之力的漩涡自其掌心涌出，快速扩张成一个巨大的太极图文。图文之上有着一尊神魂在盘坐其上，散发出令现场的所有强者的神魂都是一颤。萧炎只觉背后一阵劲风袭来，阴阳二气交织，宛如两条不同之气的力量在交汇下，使得这两股力量变得更加的不同寻常。那些是图文上的一尊神魂，散发出一道道凌厉可怕的攻击波，而这股能量更是针对神魂力量的攻击。萧炎的眉头也在这一刻紧皱，他知道对方的这一道力量是一道极其强大的神魂攻击，阴阳之力的最大力量便是对对方的神魂有着绝对的毁灭，只需要被这一道神魂攻击击中，那么对方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脱险，直至神魂被重创绞杀。太极图文中的每一笔每一划都蕴含着深奥的阴阳神魂，他们在虚空中不断的演变，仿佛要将整个空间都给吞噬到阴阳神魂之中。萧炎感到四面八方的压力向他涌来，无处可逃，无处可避，这是要将萧炎逼入绝望中。现场的众人见到这一幕，面色立马变得凝重起来，他们能感受到东魂此刻那股恐怖神魂攻击力量的波动，仿佛随时都能撕裂对方的神魂，那股波动实在是太强大了。而吴雪的脸上更是苍白如纸，他双拳紧握，指尖泛白，内心深处的担忧几乎要化为实质。萧炎此刻的处境让他心如刀绞。萧炎，你可不能有事。吴雪内心中有些挣扎，但现在也只能相信萧炎。刚刚萧炎那道自信绝对不是凭空说说而已。而一直在疗伤的郭九牧大师兄缓缓地睁开眼睛，脸上的起色也稍微有所好转，伤势也渐渐地恢复过来。神之七品的神丹果然不一般，他望着东魂现在的力量，眉头紧缩，感知到对方至少已经达到了九重天位神巅峰的水准，虽然比不上那些真正已经踏入九重天位神巅峰的神蛟，可是击杀萧炎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对方还是施展出神魂攻击，那可是阴阳殿的致命必杀技啊！就在所有人都不抱有所希望，萧炎能够在这一次战斗中存活下来时，远处战场的萧炎身形一晃，他的目光凝重，注视着从天而降的那道阴阳神魂图文。这些阴阳神魂图文凝聚了强大的可怕力量，如同一直能够轻易绞杀对手神魂的猛兽，以那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萧炎扑来。后者能感受到那股力量的压迫，仿佛连周围的空气都在震颤。阴阳神魂的图文所蕴含的神魂威势，让萧炎的脸色变得无比的认真。他知道，如果自己这一击若是真打在身上，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先不说神魂能不能被瞬间绞杀，但至少会让神魂重创。一旦神魂被遭受重创，那么这绝对是天位神的硬伤，因为一旦神魂被重创，以后若是遇到强大的对手被击杀的话，如果神魂无法发挥出原本的全盛时期的力量，恐怕都难以有着可以凝聚新神体的资格。在面对阴阳神魂朝着自己快速袭来时，萧炎的身体微侧，双足踏在虚空上，似乎要与这片空间融为一体，竭尽全力想要躲避这致命一击。然而太极图案的速度之快超出了萧炎的想象，并且阴阳神魂似乎洞悉了萧炎的每一个动作，紧紧追随着他的身影。在这一刻，时间在阴阳神魂的力量下仿佛凝固，萧炎和阴阳神魂图文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形态的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之色，随即双手结印，一股更加磅礴强大的能量从他的体内爆发而出，准备与东魂的那一道可怕的阴阳神魂攻击进行对抗。然而还没等到萧炎的攻势施展出来，自己所在的空间竟是被阴阳神魂笼罩，爆发出了惊人的炸响。萧炎的瞳孔也是急速收缩，